Android Studio 修改层次结构中的类别。计算楼板面积。所有住房都具有建筑面积，但其计算方式因住房形状而有所不同。在 dwelling 类别中定义 floor area。首先，向 dwelling 类别中添加一个 abstract floor area 函数，传回 double。double 与 string 和 int 一样，是一种数据类型，它可用于浮点数，即带有小数点且后面跟着小数部分的数字，例如 5.6789。针对 square cabin 实现 floor area。1. 在 square cabin 类别中，首先输入关键字 override， 后面跟着 floor area 函数的实际实现，传回计算出的建筑面积。2. 矩形或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为一边的长度乘以另一边的长度，函数主体为 return length 乘以 length。3. 在此类别中，长度是一个变数，每个实例的长度各不相同，因此您可以将其添加为 square cabin 类的构造函数参数。更改 square cabin 的类别定义，以添加 double 类型的 length 参数，将该资产声明为 val， 因为建筑的长度不会变化。4. 在 main 中更新创建 square cabin 实例的程式码，将 50.0 作为 length 传入 square cabin 构造函数。5. 在 square cabin 的 with 叙述中，添加针对建筑面积的输出叙述。针对 round hut 实现 floor area。圆形住房建筑面积的计算方法为圆周率乘以半径的平方，或圆周率乘以半径乘以半径。1. 数学库是一个预定义的函数和值集合，在程式外部定义，但可供程式使用。为了使用某个库函数或值，您需要告知编译器您将使用该函数或值。2. 针对 round hut 实现 floor area 函数。3. 更新 round hut 构造函数以传入 radius。4. 在 main 中，通过向 round hut 构造函数传入 radius 10.0， 更新 round hut 的初始化。在 round hut 的 with 叙述中添加输出叙述。针对 round tower 实现 floor area。1. 更改 round tower 构造函数，使其同样接受 radius。建议将具有默认值的变数列在末尾。请记得将 radius 传递给副类别构造函数。2. 在 main 中更新初始化 round tower 的程式码。3. 添加一个呼叫 floor area 的输出叙述。4. 在 round tower 中 override floor area， 以便为其提供一个实现，将面积乘以楼层数量。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做法，您既可以继承自己需要的函数，又能替换掉自己不需要的函数。此程式码能够正常运行，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反复使用副类别 round hut 中已有的程式码。5. 在 round tower 中，将 floor area 更新为使用其副类别中的 floor area 实现。使用 super 关键字呼叫副集中定义的函数。6. 再次运行您的程式码 ，round tower 将输出相应楼层数量对应的正确建筑面积。允许新住客获得房间。使用 get room 函数，使新住客能够获得房间。该函数会使住客人数以一位增量递增。由于此逻辑适用于所有住房，您可以在 dwelling 中实现该函数，这样它就能够用于所有子类别及其子集。1. 在 dwelling 类别中实现 get room 函数。2. 向 round hut 的 with 叙述块添加一些输出叙述，以同时使用 get room 和 has room 观察变化。这些输出叙述的输出如画面所示。为圆形住房准备合适的地毯。假设您需要知道要为自己的 round hut 或 round tower 准备多大尺寸的地毯。对 square cabin 而言，
最大的地毯尺寸与由长度计算而来的建筑面积相同，因此无需进行额外计算。将相应函数放到 Roundhut 中，使其可用于所有圆形住房。首先，从 Kotlin 点 Math 库导入 Square Foot 函数。在 Roundhut 类别中实现 Calculate Max Carpet Size 函数。现在 Calculate Max Carpet Size 方法可以在 Roundhut 和 Roundtower 实例上呼叫了。在 main 函数中，为 Roundhut 和 Roundtower 添加输出叙述。